一个连招牌都没有的小店，居然能做出这么地道的巴基斯坦咖喱，混合着浓郁的玛莎拉香气，吃一口就停不下来。眼前这个老头，就是一手打造了遍布日本酒店的铁腕社长神原总一郎。每到年底，他都要面对各部门争预算的难题。同一天，秘书科来了2个新人，一个是美女池田，一个是年轻男孩新城。一直帮神原社长安排饮食的真理子正在休长假，科长猜他大概在世界某处享受美食吧。新城不理解跑那么远只为吃，他对料理没兴趣，平时都用能量果冻代替。他不知道进了这家公司，他的观念一定会改变。第一天工作不累，下午科长进来说，神原社长要去名古屋出差，任务就是找家好吃的餐厅，让社长吃得舒服。新城觉得不难，说找家贵的就行，但神原社长不好糊弄，富豪的他吃遍了全国高级饭店，吃过的不再吃，册子记录了他吃过的料理。科长让新城看，找新的美食，如果社长不满意，可能被开除。新城知道当地鳗鱼是招牌，烤到微焦刷甜酱，做成盖饭谁都喜欢，还有味增炖乌冬和味增猪排也是特色。出差当天早上，他给社长看了选的美食，说挑了家涵盖所有特色的餐厅，网上评分 4.2， 但社长不满意，说要自己找。2人拉扯时，真理子突然出现，带他们来到偏僻的地方。这家店很老旧，真理子说只有这里才能吃到巴基斯坦料理。他递给社长一个勺子，希望他趁热尝。新城没想到社长能在这种地方吃得这么香，专门来名古屋吃巴基斯坦料理。社长让他也尝，一勺咖喱入口，他瞳孔放大，香料味道浓郁，难怪社长吃得快哭了，说出差就该这样。真理子扎起头发，马上尝了一口，味道让人受不了。这种咖喱和本地不同，香料更浓郁正宗，每种都发挥了自己的特点，堪称完美配方。软软的馕和羊绒缠绕，更凸显咖喱的美味，一吃就停不下来。真理子沉浸其中，引发全店人注视。出差结束后，新城开始在网上发美食动态，说因为一盘咖喱受到美食冲击，没想到在没招牌的店被香料味道席卷。社长状态不好，突然头晕住院。更糟的是，7位董事盯着社长的位子，社长突然发病住院，真理子很担心，虽无生命危险，但医生说社长积累了很多疲劳，会昏睡一段时间。社长住院期间，公司有董事会决策，科长说7位董事都很可怕，秘书科由古俊接手。他一大早来，说明天去丰州见大客户，安排便宜出租车就行。真理子主动提出要一起去学习，这次出差他准备得很认真。新城自从上次和他吃了巴基斯坦咖喱，也对美食感兴趣，下班后陪他研究餐食安排。他查到丰州海鲜寿司不错，海鲜盖饭和天妇罗也是特色，但这些不合真理子心意。他从包里拿出爸爸的红色笔记本，说不定有丰州美食的记载。第2天晚上，接待客户安排在日料店。真理子和新城第一次见古俊的工作方式，古俊觉得真理子是女人，应该让气氛热烈，甚至让她给客户跳舞。没想到她真的起身跳舞，还说准备了其他才艺。古俊的行为让客户不舒服，尤其他说客户刚有孩子，该去放松。这句话气走了客户，古俊很落寞。真理子和新城带他吃早饭缓和心情，他们准备了丰州特色早餐。古俊以为吃寿司或海鲜盖饭，却被带到咖啡店。店里老年人不少，店员端上炖菜、面包和沙拉。古俊戳破炖菜里的鸡蛋，半熟蛋黄流出，口感温暖治愈。他一口接一口吃。真理子扎起头发，马上尝了一口，味道让人受不了。一个鸡蛋，把蔬菜汤做成奶油炖菜，半熟口感让人精神。真理子沉浸其中，引发全店人注视。3人很快吃完。古俊说起工作经历，他靠喝酒打高尔夫，让酒店发展到今天。
但现在的客户不吃这套，时代变了。真理子说，这店开在水产市场，很多人每天接触冰水，所以推出这道温暖炖菜。古俊听出含义，重整旗鼓开始工作。为表歉意，他给客户送去婴儿用品，说昨晚没照顾到，客户保住了。出差结束后，真理子去医院，把这些事讲给社长听。他虽未醒，但脸上露出微笑。饺子本身就好吃，外皮被芝麻油炸过，看着就让人流口水。社长昏迷后，真理子一有时间就守着他。这天他终于发出声音，昏迷中也想着吃饭。真理子接到部长电话，说有急事让他回公司。这次找茬的是董事小须田，他负责财务会计，追求最高性价比。社长倒下后，他开始大刀阔斧检查，甚至认为不用饮水机，大家喝水龙头水就行。部长叫真理子回来，让大家赶紧收拾东西，他办公室东西被没收。小须田高跟鞋声越来越近，部长破罐破摔，说办公室里没用的东西是他自己掏钱买的，没用公司1分钱。但小须田认为这些东西浪费空间。最后咖啡机等被没收。小须田眼里最没用的是真理子，因为每次社长出差都被带去吃美食，他认为浪费时间和人工，安排真理子思考社长吃什么，太不值得。真理子不服气，决定亲自给小须田安排一顿饭，证明美食的意义。正好小须田去岩手出差，真理子带新成跟去。小须田不准备在吃饭上花功夫，认为岩手最出名的是冷面和炸酱面，随便填饱肚子就行。没想到真理子带他到一家招牌生锈的小店，叫夜来香。真理子说这是岩手特色美食，菜单只有饺子和饮品，连米饭都没有。小须田认为专门来吃饭是浪费时间，但厨师掀开锅盖时，他表情变了。饺子底部炸到微焦，15个饺子每个43日元，性价比高。小须田尝了一口，从未吃过这样的味道。真理子扎起头发，马上尝了一口，味道让人受不了。芝麻油炸过的饺子皮脆，香味在口中蔓延，蔬菜馅料满满，每种食材美味不减，一吃就停不下来。真理子沉浸其中，引发全店人注视。小须田也吃得很兴奋。真理子建议配啤酒，他说这家店曾关门，是店主研究味道重新开业。一盘饺子让城市人充满活力，这就是性价比最高的事。上班后的咖啡，会议后的巧克力，工作时的可爱文具，虽然看起来没用，但和这盘饺子一样，对社长来说出差的一餐也一样。小须田明白了饺子的意义。进公司25年，他不想因为是女人被轻视，拼命工作，想留下成绩。年轻时靠每天下班后的啤酒支撑第二天工作，但这感觉不知何时忘了。这天后各部门被没收的东西都被还了回去。真理子午休时去看社长，没想到看到一个和社长一模一样的男人。这一幕让真理子震惊不已，他甚至怀疑眼前的男人是幽灵。与此同时，秘书科也遇到了大麻烦。公司通知他们，著名外国投资人伊尔要来，对方只有一个要求，见神原社长一面。部长心理素质本来就差，这一下彻底崩溃了。因为神原社长住院的事，公司一直保密，否则会影响股价，这是超级机密。这时候要是有个和神原社长一模一样的人就好了。巧了，真理子面前正好有一个男人，自我介绍叫神原二，是神原社长的弟弟。第二天，真理子带着部长来见二先生。虽然是双胞胎，但两人性格完全不同。二先生的名片写着酒店顾问，但他几乎宅在家，没怎么工作过。想让他代替神原社长见伊尔，几乎不可能。但他在看真理子时，仿佛看到了哥哥的脸。他一直害怕严肃的哥哥，勉强接下了任务。到了见伊尔的日子，真理子带着星城和二先生来到奈良。说起奈良美食，飞鸟锅肯定是第一，事业寿司也不错。星城正给真理子介绍美食，一回头，二先生不见了。原来他退缩了，跑去公园喂小鹿。为了让二先生放松，真理子决定带他去吃奈良独有的美食。
他们来到奈良市学园大和町的炸肉饼店，一进门就听到肉饼下锅的声音，滋啦滋啦的响声勾起二先生的儿时回忆。小时候，妈妈常做这道料理，肉饼有拳头那么大，他和哥哥都吃得很开心。剩下一个时，哥哥总是让给他。聊天间，炸肉饼套餐上来了，所有菜都放在2层小架子上，看起来很可爱。炸肉饼要趁热吃，颜色浅的是芋头口味。二先生吃得很感动。真理子拿出皮筋扎起头发，马上尝了一口，这味道真是绝了。热乎乎的土豆泥让人无法抗拒，家常菜的美味溢满口腔，大虾奶油内馅让人怀疑，炸肉饼本来就该这么好吃吗？真理子吃得停不下来，沉浸其中，引来全店人的目光。二先生尝了另一个，竟是三文鱼奶油口味。真理子说，这家店的特色是各种内馅，外表相似，内里不同，各有各的味道和优点，就像二先生和神原社长兄弟俩。听了真理子的话，二先生决定去见伊尔，他想证明自己也有优点。第二天，二先生来到医院，在他的呼唤下，神原社长竟然醒了，这简直是奇迹。神原社长终于从昏迷中清醒，但每天吃医院的清淡饭菜，他觉得日子很无聊，好想让真理子带他出去吃好吃的。真理子下午回到办公室工作，外面有人敲摩斯密码，翻译过来是问真理子在不在。这人是公司负责住宿的董事家朝万次郎，据说他负责的店铺顾客满意度接近100%。他说在董事会听过真理子的故事，觉得他是公司的瘟神。真理子当然不同意，提出陪家朝董事出差，让对方看到他的价值。第二天，真理子和新城跟着家朝董事来到茨城，这里的分店顾客满意度只有90%。家朝董事此行的目的是找到不满原因，提升满意度。进门时正好有顾客在抱怨，家朝董事一跃到空中，来个顺滑的飞天下跪，不断向客人道歉。果然，客人笑了，他也会尽力满足客人需求，比如在意大利风情的酒店里摆场面谈。真理子觉得一味照做会毁了酒店魅力，但家朝董事讲了他年轻时的经历，因为坚守规则不肯低头，前辈被客人打成重伤。听了这经历，真理子只问了一句：肚子饿了吗？说到茨城美食，不是豆沙锅就是小沙丁鱼盖饭，这里的牛肉也不错，做成牛排也很享受。但真理子带他们来的是一家看起来很普通的炒面店，这里的菜单只有炒面一道菜，只是分量不同，价格不同。400日元的适合孩子和食量小的人，真理子点500日元的，新城点600日元的，家朝董事点700日元的。这炒面看起来太普通了，配菜只有卷心菜，会比别的炒面好吃吗？但家朝董事吃了一口后，表情变了。真理子扎起头发，马上尝了一口，这味道真是绝了，炒到软硬适中的面条，和酱汁完美搭配，细面得嚼劲无与伦比。早知道这么好吃，就该点1000日元的。真理子吃得停不下来，沉浸其中，引来全店人的目光。新城也尝了一口，第一次吃到这么有嚼劲的炒面。真理子说，这家店几十年只卖一种炒面，就算顾客要求加其他菜，老板也坚持自己的想法，如果加太多配菜，炒面可能就保持不了这美味了。家朝董事明白了真理子的用意，决定回去撤掉酒店里的炒面摊。真理子靠料理，再次和一位董事达成友好关系。美食的力量真是强大，如果去餐厅吃饭，光等菜上桌就得30-40分钟，你会等这样的食物吗？这天，神原酒店开了个会，讨论富山县的下一步工作。不知道为啥把秘书科的人也叫来了。新城觉得他们没必要听这些，但真理子却记得很仔细，因为神原社长还在医院，他得把这些记下来向社长汇报。下一秒，一个穿西装的男人走进来，他是负责海外事务的贝尔松先生。他说现在海外市场竞争很激烈，那些廉价用品都该废掉，以前的免费服务也不算服务，只有触动客人内心的才算顶级服务。现场气氛很压抑，大家都大气不敢出，只有真理子的肚子咕噜咕噜叫出了声，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目光。会议结束后，贝尔松先生专门把真理子叫去聊天。他说富山县的酒店需要一流餐厅，要能服务富人。听说真理子懂美食，希望他帮忙出主意，但他觉得配得上5星级酒店的不是小餐馆的特色菜，而是食材、厨师、招牌都要从海外引进的。
不过真理子觉得，如果他是富有的外国人，肯定想吃富山独有的美食。贝尔松先生觉得这是真理子的普通人思维，于是叫他第二天跟他去富山出差。真理子也叫上了星城。他们来到富山县后，先做了一次经营模拟。真理子和星城扮演客人，真理子马上挎上星城的胳膊，说他们是预定了房间的星城夫妇，因为房间太干燥，他们想要个加湿器。前台服务员很快就做出了反应。真理子觉得这种服务很迅速，很贴心，但贝尔松先生觉得这些没收费的服务不算什么，只有收费的才算服务。本来模拟工作已经结束，但他接了个电话回来后，又要求重新开始。员工们对他的提议有质疑，他却说自己的地位和他们不一样，他们没资格反对。这时真理子提出已经到午餐时间，说起富山县的美食，炸白虾火锅、银鱿鱼，但这些都是普通人的想法。他要带贝尔松先生去一家他觉得一流餐厅，这里是一家做大阪烧的店铺，已经经营了40年。这里的大阪烧比较厚，烤制要等30-40分钟。和其他店不同的是，这里的大阪烧会切成方形。真理子说这是方便一家人聚会时能够平均分配，是很贴心的服务。最后涂上酱汁，加上融化的芝士就能上桌了。真理子递给贝尔松先生筷子，让他趁热尝尝。没想到这味道竟让尝过无数美食的贝尔松先生露出了笑容。贝尔松先生的老家就在富山县，以前开过一家旅馆，可他母亲坚持免费服务客人，结果累垮了身体，旅馆也倒闭了。后来他在国外学到了用收费服务的模式，觉得这才是经营酒店的正路，却忘了不管有钱没钱的客人，酒店都该一视同仁。很快真理子点的大阪烧上桌了，他从包里拿出皮筋扎起头发，马上尝了一口，这味道太惊艳了。厚实的饼皮在嘴里蓬松散开，夹在里面的猪肉鲜味瞬间爆出来，就像藏着宝藏的盒子。特调的酱汁、芝士和蛋黄酱虽然很多，但一点都不腻。真理子吃了就停不下来，他完全沉浸在美味里，引得全店的人都在看他。贝尔松先生也被真理子看得出了神，因为他扎头发的动作太像他妈妈了，让他想起小时候的事。吃完饭，贝尔松先生回到办公室，员工们还在忙，他带回了很多大阪烧，说是给大家的福利。真理子和星城也坐最近的飞机回了公司，还给大家带了美食。还有好消息，社长终于出院了，他急着找真理子帮忙。一大盘海藻放在盘子里，不是当小咸菜，而是当主食，这真的能吃饱吗？在真理子的影响下，星城这个原本对食物没兴趣的男人，也开始每天琢磨该吃啥美食。或许他潜意识里对真理子已经有点不一样的感情了。听说真理子今天参加试吃会，星城借口有事离开了办公室。此时真理子正和神原社长在大会议室，负责酒店料理的范家女士也坐在旁边。本季新菜单是炭火烤的黑毛和牛，配上成熟的柚子胡椒。神原社长夹起一块牛肉，蘸了酱料尝了尝，味道还不错，但好像没啥特别惊艳的。范家女士说下一季度可以推这道菜，但神原社长马上叫停了。他叫过真理子，让他尝尝这道肉料理。真理子吃得挺开心，看到星城推门进来，还端起盘子邀请他一起尝尝这道料理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星城只说味道还不错。神原社长也觉得挺好，但总觉得有点不对劲，于是决定派星城去厨房调查一下料理部的情况。星城一到料理部就被范家女士安排了一堆活，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。对方只扔给他一袋能量果冻。接着他来到厨房，这里的工作又累又繁琐，一天下来他闯了不少祸，累得精疲力尽。好在晚上厨师长给他端了一份牛肉料理，这味道比之前吃的那盘惊艳多了。神原酒店的料理无论何时何地都得保持一样的品质，不能因为厨师手艺不一样就有差别。星城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，厨师长解释说，星城现在吃的这份料理是他即兴做的，不管是火候还是盐的用量都和菜谱上不一样，但这味道只有他能做到，很难让每家神原酒店都做到这个味儿。第二天，星城把了解到的情况都汇报给了神原社长。神原社长表情严肃地来到范家女士的办公室，还邀请她一起出去一趟。他们去的地方是圆挺的中华街。说到这儿的代表性美食就是肉包和北京烤鸭。一听这个，星城就感觉肚子饿了，但没想到神原社长竟然一路带他们走出了这条街，来到了一家冲绳料理店门前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我很担心，因为你是个纯粹的厨师，在管理上可能会比较辛苦。
神原社长的意思不是说他工作能力不行，只是有些问题没想得特别清楚。很快，真理子推开门走进餐厅，他这段时间把所有神原酒店旗下的餐厅都吃了一遍，食物品质都没问题。这时，服务员把餐点端上来，摆在范家女士面前的是一份新鲜海藻套餐。这海藻吃法和荞麦面一样，要蘸杯子里的酱汁吃。新城也尝了一口，味道很鲜，口感脆脆的。原来食材是当天从冲绳送过来的。老板娘听他们这么说，马上给他们介绍起来。因为今天的海藻有点黏滑，所以专门用冰镇了一会儿，酱汁也做了调整。原来神原社长想说的就是这个。就算每家酒店的厨师手艺不同，做出来的味道有点差别，也不一定就是坏事。他回想起那天是吃会，吃完料理没被问好不好吃，却只被问有没有问题。这就是他心底的违和感。这难道意味着酒店的食物已经不再是用心做的料理，而是流水线产品了吗？他想起年轻时，他是作为客人和范家女士相遇的。那时候他对料理特别热情，会根据客人的意见调整调料，直到客人露出笑容他才放心。可他现在怎么就变了呢？说话间，真理子的套餐也上桌了。他从包里拿出皮筋扎起头发，马上尝了一口，这味道真受不了。经过冰镇的海藻，带着直击脑髓的海洋气息，挤上柠檬之后完全不腥，脆脆滑滑的双重口感，让人幸福的快要飞起来。真理子一吃就停不下来，他完全沉浸在美味里，引得全店的人都在看他。他的味觉很准，对培养厨师也很有帮助。那能请你帮忙吗？从这天起，真理子的工作重心变成了食材。真理子早上到公司，就看到很多人抱着箱子离开。同事说人事部开始行动了，要裁员。秘书科科长走进来，表情复杂。他说今天要和大家告别，家里有妻子和4个女儿，不知道以后怎么养家，更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要被裁。真理子觉得科长虽然平时懒散，但也不至于被开除。他带新城去找袁社长帮忙，希望留下科长，但神原社长表示不知情，他已经把人事工作交给人事部高管处理。对科长被裁也很惊讶。这时一个光头男人敲门进来，他笑着说有事汇报。他就是人事部高管久石先生。见到传说中的出差秘书真理子，久石很惊喜，但神原社长不太高兴，马上问他裁员怎么回事。久石说想把公司彻底改革，裁员没错，因为神原社长把人事工作全交给他，他想怎么决定就怎么决定。兴师问罪是什么意思？久石还爆出一个秘密，新城帮了不少忙。新城汇报了各部门长期无用的员工，让人事部有了裁员名单。久石说下一步要去各地酒店重新整理那里的员工。新城很愧疚，真理子不敢相信他会这么做。从社长办公室出来，新城向真理子解释说他给的名单经过详细分析，可以重组公司，他也能提升技能。久石周末出差去松坂，真理子马上查当地特色美食，第一是龙虾，第二是牡蛎，第三是松坂牛肉，但他没跟久石一起去。神原社长接下了这工作。久石从酒店出来，神原社长出现在他面前，说好久没一起喝酒了，带久石去了一家普通鸡肉烧肉店。进门发现乔装的真理子坐在角落，久石不明白为什么来这吃鸡肉，这里的牛肉和海鲜更有名。服务员端上鸡肉，上面淋着厚厚酱料，看起来和别处不一样。神原社长夹起鸡肉放烤炉上，回想年轻时就和久石认识，生意成功就去烤肉店庆祝。久石喝多了就开始热烈谈话，不管肉烤成什么样，常把肉烤焦。裹着酱汁的鸡肉在烤炉上滋滋响。神原社长让久石谈工作看法，久石说无法接受在公司这么多年，作为销售培养却还在人事部工作，感觉像被说没用了，所以要做点什么让公司注意他的作用，证明自己有用。神原社长没说话，把烤好的鸡肉放他盘子里，盘子里有酱汁和蒜泥。神原社长回头一看，真理子扎好头发开吃。鸡肉虽烤制但很鲜嫩，拌着酱汁越咬越有滋味，和米饭很配，这味道是烤牛肉没有的。真理子一吃就停不下来，沉浸其中，引发全店人注视。失礼了。因为光顾着看真理子，神原社长他们的鸡肉烤焦了，但神原社长尝了一口，说微焦的鸡肉别有滋味。他告诉久石，公司核心是人事部，这部门关注所有员工情况，负责招聘，
是创造公司的基础。虽然说到松板，大多觉得牛肉好，但这种鸡肉烧烤才是当地人一直吃的。真正好的东西，只有身边人才知道。这也是他把90安排在人事部的原因。这天后，秘书科科长顺利返岗，不用担心没钱养家了，感觉空气都变甜了。只是新城没来上班，交了辞呈，因为被发现向人事部传递裁员信息，新城没脸在秘书科待下去，向科长递交辞呈，背着双肩包独自来到工程10卷。他到海边放松心情，没想到回头发现真理子站在身后。原来他刚到地方就发了动态，真理子顺着动态找来，专门带他回公司。虽然交了辞职信，但科长没批准，所以他还得回公司上班。但新城不听，觉得自己很优秀，在哪都能找到工作，转身离开。可走到一条街时，又看到熟悉身影，真理子端着10卷特产海鲜盖饭，里面有新鲜金枪鱼、肉质 Q 弹的虾和鲑鱼子。他夹起一只虾一口吃下，连他这样对美食刁钻的食客，都对这盖饭给予超高评价。他想通过这方式让新城和他一起吃饭，结果新城从包里掏出能量果冻吃。可等他拐了个弯，真理子又坐在那吃另一种食物。这么反复好几遍，他来到一个没人的海边，果冻早就吃完，根本没能填饱肚子。来一根怎么样？真理子拿的是当地特产鱼糕，当着新城的面香香的吃。这次不管新城怎么忍都没用，他从真理子手上拿了一根，刚做好的还很热乎。看着他手里的果冻，真理子不禁问他为什么吃这种东西。新城说只要10秒就能获取营养，非常节省时间有效率，也不会给任何人添麻烦。他刚出生不久，爸爸就去世了，妈妈每天从早到晚工作才能赚钱养他，每次好不容易休息一天，却还要给他做饭。他觉得自己给妈妈添了很多麻烦，于是开始吃果冻。他帮人事部整理名单资料，也是为了早些出人头地，让生活变好。听新城说了这些，真理子带他来到一家汉堡店。明明这地方特产那么多，为什么要来吃在任何地方？坐在位子上等餐时，新城回想在神源酒店工作的场景，大家对他都很友善。这时他听到厨房里煎汉堡肉的声音，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，现在听见声音就馋得咽口水。服务员为2人各端上2个汉堡。真理子说这是只有在这才能吃到的超级汉堡。这种汉堡因为太大，需要放在纸袋里压扁吃，但因为料太多，就算用力压也比一般汉堡大很多。新城试着吃了一口，他好像差点哭出来，好吃。说话间，真理子拿出包里皮筋，扎起头发，马上品尝一口。汉堡肉在咀嚼中不断溢出肉汁，新鲜培根生菜还有炸洋葱味道纠缠一起，再配合烤到融化的奶酪，吃上一口感觉脑袋都要短路了。真理子一吃就停不下来，沉浸其中，引发全店人注视。新城不知道10多年前，这还是一条被海啸袭击的街道。店长用自己拿手的汉堡，让人们精神重新振奋，才有了现在这家店铺，甚至在东京开了分店。真理子告诉他，做料理的人从不觉得麻烦，因为给爱的人做饭是很幸福的事，就像他妈妈也不觉得他添麻烦。新城没说什么，只是埋头吃。2人面对面，一边笑一边吃，这顿饭让人感觉很幸福。虽然听了真理子劝告，但新城对回公司的事还很犹豫，不知道怎么面对同事和社长。终于到了晚上，2人回到东京，新城再次出现在秘书部时，同事们其实都开心极了。他的担心是多余的。神原社长把真理子和真诚叫到办公室，说不想出差了，但想让2人帮他安排一顿大餐，这次一定要安排最棒的。这可是最后一次了。最后一次是什么意思？神原社长透露了一个惊人消息，他打算退休了。最近住院的经历让他觉得自己该退休了，接班人也选好了，他在神原酒店的任务就算完成了。听到这话，真理子没多说，只说会全力安排好这顿最后的饭。真诚觉得奇怪，真理子为啥不劝劝社长？但真理子说，秘书部的工作就是辅助社长，如果退休是社长的决定，他们只能遵从。真理子回到办公室，翻出美食手册，准备妥当后，带着神原社长来到奇遇的穿越。这里的街道像电影里一样，很有风情。说到这儿的美食，一般都是鳗鱼饭、石歌荞麦面，或者是粗面炒面，但真理子带他们去的是一家西班牙餐厅，装潢特别华丽，
一下子让人感觉从日本穿越到了西班牙。神原社长说，他这辈子吃遍了各种美食，以为没啥没尝过的了，但真理子带他吃的这顿，又让他觉得人生重新闪亮了。虽然大家一直在夸真理子，但他一直不太开心。大家以为他是舍不得神原社长退休，没想到下一秒他肚子就咕咕叫了，原来他只是饿了。各位久等了，请慢用。真理子说，这是穿越这家店独有的海鲜饭。神原社长先尝了一口，大声说，这海鲜饭太棒了。让人意外的是，星城从口袋里掏出一条红布绑在头上，他抱着这种决心尝了一口海鲜饭，好吃的受不了。不过星城词汇有点少，只能说米饭好吃，配菜也好吃。看来他离模仿真理子还差得远。下一秒，真理子从口袋里掏出红色皮筋，扎好头发。他在海鲜饭上挤了点柠檬汁，尝了一口，好吃的受不了。他觉得这就是理想的美食，米饭和豆子吸足了上等汤汁，每一颗都在演奏最强音，鲜嫩的虾和贝类搭配出超棒口感。真理子一吃就停不下来，完全沉浸在味道里，引得全店人都在看他。但神原社长特别喜欢他这样。真理子说，海鲜饭是靠各种食材慢慢烹煮，释放出各自的美味，奥秘都在下面的平底锅里。星城也觉得公司能有今天，多亏了神原社长，但神原社长却觉得这道菜很适合给旅程画个句号。真理子朝他鞠了一躬，感谢这段时间对他的照顾。转眼1周过去，神原社长穿上西装，准备开一场全公司的视频会议。他说，酒店能有今天，多亏了每一位员工的付出，他真的特别感谢大家。我没什么遗憾了，不，还是有遗憾的。一起旅行那么多次，吃了那么多顿饭，真理子知道我要退休，却一次也没挽留。我觉得是因为我没对真理子敞开心扉。以前总觉得当社长很孤独，但通过一起吃饭，我明白了，工作都是靠人与人沟通完成的。所以他想多了解大家，以后还想和大家一起努力，让酒店更兴旺。所以他决定不退休了，要当一辈子社长。不是刚说要退休吗？被放鸽子了。这时星城发现真理子不在座位上了，原来他已经去了神原社长的办公室。难道一开始就是你的计划？这时真理子终于说实话了，他其实也不想社长退休，最重要的是他还有好多美食没带社长去吃呢。至于星城，真理子也宣布会一直陪在他身边，直到他成为出色的秘书为止。那本剧就到这儿了，咱们下部剧再见。